哈玻璃。你好，我是大爷，欢迎你和我一起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现在你看到的呢，就是华为的鸿蒙电脑 HarmonyOS 5操作系统。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同学说，你这有点太夸张了吧？开箱一个数码产品啊，有什么历史意义呢？很简单，40年前我们还小啊，那个时候没能见证 Windows 1.0的发布。25年前啊，这个没什么钱，也没能见证苹果电脑系统的面世。但是在2025年，我们也许有幸能够见证未来成为全球3大操作系统之一的鸿蒙电脑。所以啊，我个人是怀着一个非常激动的心情，我期待鸿蒙电脑未来能够成长为全球第3大操作系统，甚至赶超微软和苹果。你好，这里是科技美学，我们一起来看鸿蒙电脑的开箱。好，那么下面呢，你应该看到的是全网最详细的关于这台华为 MateBook Pro 的开箱视频，而且咱们直播间里应该也会有海外的玩家，在你们平常使用微软的系统以及苹果的系统之外啊，未来有可能会接触到一个全新的系统，就是来自于华为的鸿蒙系统。我们抓紧开始。首先看一下外包装，红色的封套，在国内啊，我们通常叫它做瑞红配色。之前这个配色呢，主要是用在3折叠屏上面。前段时间这个知名主播啊 Speed 来国内啊，也是深受震撼啊。今天呢，我们再给你们带来一点小小的华为的震撼。上方呢几个卖点，首先呢，华为的 logo、产品的名称、云溪柔光屏的 logo 以及下方 HarmonyOS， 这是一个封套啊，我们打开。来到内部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华为的黑金包装。侧边看呢，这还是一个工程机的版本啊，并不是售卖的啊 ，Not for sale。下方呢，中文名称写得很清楚啊，禁止销售。撕开，里边呢是一个无纺布的包装。注意啊，这包装盒做了一个很贴心的小设计啊，这是笔记本里面常见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合闭之后，机器是在盒子内部，当我们打开的时候，机器呢会缓缓地浮起来，你面向它开箱的时候啊，这个产品就浮在你的面前，还是很有仪式感的。拿起来恍若无物啊，非常的轻。我们先来看一下配件的全家福。相比较于常见的手机来说呢，配件部分要多一些啊。首先是充电器这边，140瓦20伏7安 Max。Type-C 接口适用性更强，不光适用于电脑，手机也没问题。体积呢也不算大，140瓦。原厂呢带有一个 Type-C 转 USB-A 接口的转接线，这样的话呢，出差可以有更好的兼容性。原厂呢还带有 Type-C 接口的耳机啊，半入耳式的。最后是数据线，比较特别的双 C 口的7安数据线。线材部分呢不会特别的硬啊，就稍微粗一点，1.8米的线长。最后一个配件，超纤抛光布赠品啊，注意啊。这块布之前我们聊过啊，它和苹果商店里面售价145元的那一款啊是比较相似的。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服务于云溪柔光屏，以达到更好的一个擦拭效果。好，这是苹果原厂，来看一下华为，你能明显感觉得出来啊，华为呢相比较于苹果这边啊会更硬一些，它里边是带有一个硬质的内衬，而摸上去呢是非常柔顺的皮肤的质感啊，摸起来的话手感非常的顺滑，确实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屏幕，难怪说像啊，连大小都是一模一样。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角，无纺布的外衬啊，这是笔记本里面常用的。哇，华为的 logo， 表面大家可以听一下声音，非常的细腻啊。之前我们曾经聊过啊，这是一种感觉上好像是那种植绒了的金属的感觉啊。你明知道啊它很硬朗啊是金属，但是呢上方有很柔顺的感觉。看一下侧边，很薄，四角的大面积的弧度。来，我们一起看一看细节。首先呢，第一观感啊，就和咱们去年给大家测试的售价15000元的华为 MateBook X Pro 啊是没什么差别啊，几乎是一样的。包括中间的高亮，华为的镜面的 logo， 最大差别呢就是上方这里 HarmonyOS 标明了这台设备采用的是鸿蒙系统啊，这是和咱们之前那款15000元的产品最大的啊外部的正面的差别。接着来看一下细节。首先在机身的右侧 Type-C 的接口以及物理的拨盘按键，这个小开关啊，它是用来一键隐私，在这个位置。接着机身左侧这边2个 Type-C 接口，那也就是说呢，整机是3个 Type-C 接口。另外呢，机身里面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转接线啊，也就是说它可以在原配件的情况下去安装 USB-A 的配件。其他位置我们看侧面后方的转轴位置是没有任何接口的，那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屏线以及它的散热孔位，所以我们推测啊它是有散热风扇的，但是下方这里是没有散热孔位的，也就是说啊它内部的风扇，我个人猜测啊比较大的概率呢应该是类似这种鲨鱼鳍的侧旋风扇啊，从这个位置向后来排风，这是我自己猜测。
另外两侧这边目前还无法判断它是扬声器还是散热孔位。其他部分呢，做工部分我们看一下背面4个脚垫，上方4个，下方4个，一共是抱歉上方4个，下方2个一共是6颗螺丝。其他的部分呢，就和我们之前测试的那款差不多，就不做过多赘述了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外观呢，你拿到手里就知道它不是便宜的产品。这种既硬朗又柔顺的感觉是非常难以拿捏的。看一下产品型号HAD W32禁止销售的。重量部分简单看一下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不同的配件比如说里面的衬板之类的980克。接着我们开箱内部，注意看单手开合。那么华为的这个单手开合是非常顺滑且坚固的。看向你的方向，我们单手抬起的时候，几乎你不需要这个另外一只手把着，是和苹果的笔记本非常的相似这个转轴这个部分是要经过长时间的调教才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同学表示说你这个有点夸张了吧？一个转轴至于聊这么长时间吗？那实际上在业内能够达到一个让人满意转轴的产品，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多。来看一下侧边的薄，面向镜头这块屏幕也是非常非常的薄。我把手放在这里，你应该可以感受得出来。接着呢是办公笔记本比较重要的开合角度，我们直接向外打开。大概是常规的135，它并不是我们可以放平180的。注意侧边采用的是一个下沉式的转轴，从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下沉式的转轴恰好呢是在脚垫的偏上方一点位置防止刮擦在桌面上面。那下沉式转轴的好处不用多说，当然是使得边框看起来会更窄。OK， 我们终于来到了正面，可以看得出来是超窄边框设计，包括上方的这个位置它是有摄像头的，但是由于采用了超微摄像头的体积使得它的顶部以及侧边的边框都是非常窄的包括在下方。需要注意它的内外都是有R角的。我们放大内外的R角，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上方的小的摄像头非常的微小。最下方华为的 logo 别着急，一会儿呢我们会和苹果的 MacBook Pro 来做外观的对比。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C 面，标准的6行键盘，上方的 F1到 F12的功能按键，右上角这里电源指纹2合一，下方这里是 HarmonyOS 的小 logo以往这边应该是英特尔和微软的 logo， 所以这张小小的贴纸不容易。再到下方呢是超大面积的触控板，面积有多大一会儿咱们还是要做对比。键程部分从侧面看一下，键程是比较长的，相比较于我们已经测试过的华为的笔记本来说，这个键程明显要更长。从这个按键能看得很清楚。好，来问大家你平常办公喜欢用键程比较长的键盘，还是喜欢短的？喜欢长的打一个1喜欢短的打一个2。目前来说呢，平板电脑所配的键盘普遍键程要偏短一点，这个明显是笔记本键盘的键程。OK， 那看到这里，结合这样一个轻以及超薄的设计，满分100，大家可以给这台 MateBook Pro 打一个分数，满分100，你打几分呢 ？OK， 那既然定位在旗舰级别，我们当然要和旗舰的友商来做对比。接下来我们会对比 Windows 阵营以及苹果阵营的旗舰笔记本，咱们逐个来看一下。首先就是搭载 M 系列芯片的苹果的 MacBook， 这边是14寸的MacBook Pro， 这边呢是华为的 MateBook Pro 两台机器摆放在这儿，它们的质感差别是非常之大天壤之别。苹果这边是一个非常明确的金属质感十分强烈的设计，而且呢，看侧边方方正正的感觉。接口部分2个 Type-C 接口，右侧一个视频输出接口，另外这边是一个充电的磁吸充电。华为这边当然也是3个 Type-C 的接口，但设计方面呢，采用的是这种大面积的弧面设计，显得很薄，有一点点像当年苹果 MacBook Air 上面那些经典的设计。比如说这一台，这是历史上唯一一台被命名成为 MacBook 的笔记本这也是被公认历史上最漂亮一台绝版的 MacBook 笔记本大概这个设计和华为最新的这一台就感觉有一点像。两边同时抬起的时候，你才会感觉到它们的顺滑程度真的是不相上下。来我们直接给我们顶部镜头看一下 C 面。首先说清楚左边14寸，右边13寸。那在触控板的比较部分，华为这边是略小于14寸的这一款，宽度部分呢是比较接近的所以从比例上来说呢，大致相当。键盘的部分，苹果采用的是这种半高设计，华为这边采用的是左右全尺寸上下半高设计。键程部分，苹果的键盘是出了名的短一些，华为这次明显会更长一些。接着我们要看一些细节上的差别。好，我们简单看一下屏幕比例其实两边乍一看还是挺接近的。那苹果这边呢，主要是上方有一个小的摄像头区域的刘海，所以呢它能够做到上边和2个侧边是等宽的。华为呢是把摄像头做了一个微小的收纳，所以呢它的上方略宽，两边呢是比较窄的。不知道大家更加喜欢哪一个喜欢左边打1，喜欢右边打1/2。从比率方面的话呢，这么比较下来苹果这边上下会更窄一点，华为的上下会稍宽一些。接着我们开始放大看细节。仔细看上方的 R 角的部分，由于呢苹果是等边的所以呢 R 角内外基本相当。华为这边呢，因为上边略宽一点点，所以呢顶部的 R 角会略小。重点在下方，我们往下看，苹果采用的是上方圆弧的
屏幕，而下方呢是一个直角的屏幕。可能很多同学用了好几年苹果的笔记本都没有发现啊，苹果它不是一个对称屏幕，上方 R 角，下方直角，而华为这边呢是一个对称屏幕，上方是 R 角，下方同样是2角，怎么样？是不是在咱们直播间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奇怪的细节？喜欢苹果打一个1啊，喜欢华为打一个2。从上方的角度，大家可以看到2台机器的一个最大开角啊，基本上是大致相当，都采用的是下沉转轴的设计。那有同学表示，那这个苹果和华为好像还挺相似的啊。我再强调一下啊，2台机器拿在手里，你会发现质感差别极大。苹果咱们之前聊过啊，它有一点过于锋利了，不是今天这么说啊，咱们说了好几年了啊，就是它在转轴边缘的位置啊，是100%的纯90度的直角，没有任何的小的凹角或者是小的倒角啊，啥都没有。手摸过来的时候，感觉非常的锋利，在这个位置。华为这边呢，因为做了明显的这种像绒面的涂层啊，摸起来会更加的柔顺一些。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桌面端啊，这是鸿蒙系统大家最为关心的。首先，在鸿蒙系统当中，我们可以设置它的主题的感觉。注意啊，在它的桌面选项里边，你可以选择左侧默认类似 Windows， 也可以选择右侧的类似苹果。我们点选右侧，你会发现一个变化啊，在上方多出来了状态栏，而对比苹果这边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不管你原来使用的是苹果的还是微软的，那么使用华为这边都可以选择一个自己习惯的操作方式。那有同学表示，哎，这个苹果这个图标都在这侧啊，没问题，这些都是可以调的啊。比完了苹果啊，我们再找来一台 Windows 阵营的。今年的啊也是颜值担当啊，这是来自于 ROG 的幻14 Air 啊，同样是我们说定位在全能本一个系列的产品，非常的漂亮啊，咱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咱们找对手就得找旗鼓相当的是吧？你不能说这边找的是一个顶尖旗舰啊，右边找了一个2-3千元的这种上网本啊，不太像话。那我们直接来做对比，它同样采用的是上方的小摄像头，两边的收窄，和华为这边比较一下啊，它甚至比华为这边还要更窄一点。不过呢，在细节部分啊，它采用的是直角设计，可以看到上方啊外边有2角，但是内部呢是直角，华为这边是内部是凹角，下方啊同样也是如此啊，这些小的细节。Windows 这边咱们不做过多比较啊，咱们主要是看一下它桌面上的一个感觉。首先我们点击 Windows 11是居中的开始栏，而华为这边点击居中之后呢是进入到程序栏，这个是比较像苹果电脑的操作逻辑。而点击左下角这边是进入搜索程序，有那么一点点像 Windows 这边的逻辑啊，只不过 Windows 11呢，因为它改成了左下角是主流的这些信息流以及天星应用啊这些啊，所以和 Windows 呢是略有差别。那基本上操作逻辑呢，大致是相当的。等于说呢，在这一个菜单栏里面，华为呢同时融入了2家的操作逻辑。点击左边弹起程序是类似于 Windows 11，点击右边也就是居中这个位置弹起程序栏是类似于苹果的 MacBook 啊，所以等于说你在这一台电脑上可以同时看到微软和苹果的影子。这是苹果电脑，我们点击之后是不是和这边是一模一样的？简单说呢，华为希望在系统方面看到比较熟悉的操作逻辑，以便让原来使用苹果或者是 Windows 电脑的用户能够快速的过渡过来，不至于感觉到陌生。来问大家，你原来使用的是什么电脑啊？你正在使用的是 Windows 打个1，正在使用苹果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其他部分就不做过多比较了，因为这台呢是游戏本啊，轻薄游戏本啊，所以咱们这边不做过多比较，它定位在一个办公的商务人群。在说系统之前，咱们还要有一点强调的就是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下方的触摸板。有同学表示，你不是说系统吗？怎么又聊触摸板？注意啊，这个硬件呢它是大幅度提升你操作感受的，因为我们知道啊，整个就是个人电脑这块，苹果的触摸板始终是排名第1的啊，没有任何人能够赶超它。那么在 Windows 这边，大家都用的是半域触摸板啊，所以操作逻辑是就比较难受，你必须得用鼠标。但是呢，华为推出了 MateBook X 系列之后，最近几年啊，华为率先在 Windows 这个阵营里面就引入了全域触控板，而今天呢推出了鸿蒙系统，那这个优良传统当然是引入进来的。所谓全域触摸板，就是每一个角都能够按下去啊，都是带力回馈的。而在 Windows 阵营呢，只有非常非常少的，可能0.1%都不到的笔记本啊，每年屈指可数，一只手数得过来，采用这样的触摸板啊。所以目前在非苹果电脑的阵营当中，华为的触控板操作舒适程度是数1，偶尔数2的。注意，我强调一下，不是第1梯队，而是数1数2的。那说这个是啥意思啊？有了这个触控板之后呢，它才可以在系统级别非常顺畅的不用依赖于鼠标进行操作。我们出差的时候看苹果的用户，基本上全都是只用触摸板，而 Windows 的用户往往他要找一个小桌面，有一个鼠标操作会更方便一点。那么现在从我操作华为的逻辑上来看，它显然是和苹果看齐的，不需要鼠标也能很好的运作。我们熄灭屏幕，两边的差别可以说是一目了然。我要强调一下啊，苹果采用的是低反射涂层，在笔记本序列当中已经是非常出色的了。但是呢，华为采用的是这个云吸柔光屏，它不只是咱们所说的那个磨砂贴膜的这感觉，室内灯光一照，这个差别应该说是一目了然，非常的清晰。如果你在的环境里面经常有各种各样复杂光线的话，显然华为这边的超低反射云吸柔光屏效果会更好一些。随便拿一台手机放在这里，你想象一下你在室内办公，周围的光线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这块屏幕它不是一个广告噱头，它是实实
实在在提高生产力的产品。这两天咱们看到了不少大家伙的一些评论啊，有一些评论表示说，你这个首发的这些视频为什么都一直在那儿去聊动画？这个动画流畅点有什么可吹的？没吹啊，咱们就是展示它这个功能，包括你看它放大缩小的这些动画，确实是非常流畅。那我想说，这个流畅它不是好事吗？难道展示一个系统卡的，这越流畅越好？另外呢，还有桌面的一些小的动效，比如说这个桌面上现在正在下雨，当我们双击这个雨滴的时候，它就动起来了，就好像真的是在擦玻璃。我个人觉得呢，这是算力溢出的表现。有这个功能，难道不是好事吗？有不少电脑你要用了动态桌面，那卡的不行。现在流畅了，还不是好事吗？好了，那到这里咱们快速开箱了这款华为第一个鸿蒙电脑，咱们还对比了苹果以及 Windows 的代表机型。应该说啊，作为一个全新的新生的设备加上系统，它在很多方面呢做的还是挺有亮点。在一些硬件的细节部分呢，也承载了华为过去这些年制造方面的成熟经验。在不考虑系统软件兼容性的情况下，这个设备我可以给一个非常高的分数。我们都知道，一个系统最重要的是它的生态，所以呢，我非常期待在未来的5月19号它正式发布的时候，看到能有多少重磅的软件商加盟。期待那一天啊，能够看到大家伙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场景。要做好一个系统啊，绝对不是华为一家自己努力就可以完成的。希望所有的优秀的软件商包括硬件商共同努力。希望我们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能够像过去40年微软那样聚拢全球范围内的开发者。希望能像过去25年苹果那样带来符合人类巅峰设计美学的硬件和软件系统。希望所有的中国的软件硬件厂商能在未来的这些年份里面带给我们有惊喜的产品。还不到1岁的鸿蒙，加油！